长不长寿看心率就知道。医生，老年人1分钟心率这个数或更长寿。好像中国人一到了特定年龄就会打开追求长寿的开关。长寿需要我们进行养生，而养生就需要我们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和可能会患有的疾病。对于老年人来讲，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占比较高。据权威机构的统计，心血管疾病已经成为首位死亡原因，死亡率明显高于癌症。心脏作为我们生命的能源中心，一直工作到我们生命的尽头，因此它能够体现很多我们生理健康问题，甚至有很多人会把心脏健康与我们的寿命直接挂钩。这样的看法虽然有些偏激，但也不无道理。不过很多人对于心理疾病的认识还太浅薄，认为只有心梗、猝死等突发急症才是心脏病。但心脏病的表现是很多的，等到我们有胸痛、头晕等表现的时候再去就医就已经太晚了。因此，我们日常就需要对心脏健康问题进行监测。医院的监测方法一般是检查血压、检查心电、带24小时动态监测等等。但是单次的检查是远远不够的，尤其是对于已经患有心脏病的老年人来讲。而日常最方便监测、最能反映我们心脏问题的就是心率了。它可以体现我们心脏每分钟的搏动次数，是心脏病观察的一个重要指标。也有研究表示，静息状态下心率快的人更容易出现心血管相关的危险。心率能够反映什么问题？我们要怎么监测我们的心率呢？下面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。1、心率能反映的健康问题。心率一般观察的是心跳的节律，心律失常也叫心悸，可以分为心律不齐、心率过速和心率过缓。如果心率出现问题，我们有时候是能感觉到的，比如自觉心脏砰砰跳，或者像重击等。我们平时能够感受得到的，基本都属于心动过速。一般心跳每分钟超过100次就属于心动过速了。导致心动过速的原因有很多，剧烈运动、强烈的情绪起伏、低血压、贫血、发热等等，既有生理性的原因，也有病理性的原因。因此，对于心动过速的情况，我们应该仔细辨别一下原因。如果是病理性的，应及时就诊。还有一种常见的心律失常就是早搏，分为房性早搏和室性早搏。早搏发生在没有心脏病的人身上，并没有什么危害。但对于老年人，尤其是有心脏病的老年人来说，就比较危险了。早搏本身我们是感受不到的，但我们可以感受到早搏之后的正常心跳，会觉得心跳好像漏了一拍。心跳每分钟少于60次就是心率过缓，但心率缓慢不一定有问题，只要心脏能将足够的血液泵到身体各处就是健康的。但如果泵血能力不足，则可能是传导阻滞、病态窦房结综合征等疾病引起的。心律失常还有比较危险的并发症，可能会引起心力衰竭，会形成血凝块诱发卒中，更危险的还会诱发心源性猝死。2、老人的长寿心率。既然心率能体现出这么多问题，那什么样的心率才是最长寿的呢？正常情况下，我们的心率是每分钟60到100次。男性的心率较女性的心率要更快，运动员较普通人的心率要更慢。有很多人会认为心率慢的人会更长寿，但事实是这样吗？运动员由于长期大量的体能训练，心肌粗壮有力，能在每次泵血前储存更多的血液，每分钟心跳次数少于普通人，也能满足正常的生理需要。而且运动员血红蛋白更多，心率每分钟50次左右足以供氧。正常人只有在睡眠时才会有这样的心率，因此并不是心率缓慢的人就健康长寿。普通人如果心率过缓，反而要考虑是不是心脏出现了什么问题。临床上来看，健康的老年人的平均心率为70次左右，也有一些老人由于衰老，心肌能力下降，对于他们的心率范围要稍稍放宽到55到90次每分。受各种生理因素影响，我们的心率也会有一定的起伏。但当我们平静下来后，测量的心率属于正常范围就是健康的。3、日常应如何监测心率？既然心率能反映我们的寿命，那又该如何监测呢？对于老年人来说，定期的心率监测是很有必要的。医院对于心脏病严重的患者会选择心电监护，对于心率问题严重的患者会为其佩戴24小时动态心电监护仪。
但这两项设备我们日常使用是不可能的，得益于现代科技的发展。我们现在也有很多智能设备可供选择。现在很多可穿戴设备都可以进行心率监护，比如说智能手环。这里我们不对哪个牌子的智能手环对心率的监测更加精准，但这种可穿戴设备对于我们日常的心率监测还是很有利的。虽然智能手环无法做到长时间连续的心电监测，但每隔5到10分钟的间歇性数据也足够我们记录日常心率了。当心率有一定变化的时候，也可以及时发现并给予警告。尤其是对于平时喜欢运动的老年人来说，运动时心率提升是必然的。但是，一旦超过每分钟140次，可能会有心脏方面的危险。4. 如何管理我们的心率？上面我们说过，能够影响心率的因素有很多。为了养护心脏，管理我们的心率，我们都可以做些什么呢？首先就是科学运动。对于老年人来讲，年龄的增长、器官功能的下降都是衰老路上不可避免的，我们不必为此焦虑。科学的运动可以帮助我们增强心肺功能，减轻心脏负荷。其次，调整好自己的情绪，情绪的大起大落很容易影响我们的心脏。大发脾气或者心情极为悲痛的时候，很容易发生心跳暂停，出现心肌梗塞。因此，合理调节我们的情绪，排解压力，保持心情愉快，能让我们的心率更加平稳，减少突发疾病的危险。我们还应该合理作息，不要熬夜，保证健康饮食。熬夜对心脏的危害很大，长期熬夜会直接导致心跳紊乱，出现心律失常。睡眠不足还会增加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病几率。年轻人都很容易因为熬夜而患上心脏病，更不要说身体机能下降的老年人了。5. 老年人还应该注意什么？除了心率，老年人日常还需要监测什么数据呢？老年人慢性疾病多，常见高血压、糖尿病等，因此我们需要对血压数据和血糖数据进行检测。每天晨起时的血压可以反映一天的血压峰值，这个时候测量是比较精准的。睡前最好也测量一次血压，这个时候的血压数值能反映夜间的血压变化。如果已经患有高血压，那平时在吃完药后的2个小时可以再测一遍，观察一下服药后的血压变化。下午2点左右最好也再测一遍，记录数值。很多人早晨吃完降压药后，上午的血压控制得很好，但下午可能会有所升高。这个时候测量血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控制。除血压外，血糖的数值在1天内也不是一成不变的。我们通常要测量空腹血糖、餐前血糖、餐后2小时血糖以及睡前血糖。空腹血糖是一天血糖变化的起点，可以反映自身血糖的代谢问题，对一天的血糖也有预测作用。餐前血糖能告诉我们这一餐要吃多少，怎么吃才能让自己的血糖不超标。餐后血糖主要反映胰岛素分泌状况，我们一般根据这一数值调整用药方案。糖尿病患者由于要控糖，一天内的糖分摄入可能会有不足的情况，睡前很容易出现低血糖，我们要测睡前血糖来判断是否要加餐来预防低血糖。我们日常可以在家中常备电子血压仪和血糖仪，它的操作方法相对医用水银血压计来说更为简便。虽然测量结果可能没有那么精准，但对于记录我们的日常数据来说，使用性价比更高。另外，老年人应该定期体检，了解自己的身体变化和疾病情况，制定养生方案，及时发现疾病，做到早发现、早治疗，防止疾病发展到难以治愈的状态。结语：尽管心率是能反映我们的寿命情况的一个重要数值，但也并非是唯一一个能体现身体状态的数值。生命的长短受多种因素的影响，我们应该对这些数值进行日常监测，但也不需要太过在意数值的变化。每个人的体质状况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数据范围也会有一定的偏差。对于数值的变化不需要太过紧张，但这也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对其进行监测。记录日常数值对于我们日后有突发状况进行就医是有很大的帮助的。可能很多人认为持续监测很麻烦，浪费时间还浪费金钱，但我们的生命是无价的，付出一点点时间和金钱，能换来我们以后每一天的快乐。养生本身就是一件需要长期自我约束、自我管理的过程，大家也不要怕麻烦。
毕竟为了健康的付出都是值得的。